当地时间10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印度新德里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第18次峰会第3阶段会议并发言。在印度期间，李强密集会见了英国、意大利、欧盟等多国及国际组织领导人。会见中，李强多次强调开放合作，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李强在20国集团领导人第18次峰会第3阶段会议发言表示，本阶段会议的议题是同一个未来。纵观人类文明历史，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始终是引领人类前进的灯塔。当前世界发展正处在一个复杂多变的困难时期，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坚定对未来的信念，增强对未来的预期，把眼光放长远些，积极应对困难挑战。李强指出，做好当下的事，才有未来的好。20国集团成员应该发挥表率作用，从具体的事做起，努力把当下的事办好。当前最紧迫的就是发展问题，我们应该把发展问题置于宏观政策协调的中心位置，建立更务实的合作机制，拿出实打实的行动，支持发展中国家更好应对减贫、筹资、气候变化、粮食和能源安全等发展挑战，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为共同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同日上午，李强在峰会期间会见了英国首相苏纳克。李强表示，中英同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两国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双方联系日益紧密，要以稳定互惠的中英关系更好造福两国和世界。李强指出，中英都是自由贸易的倡导者、践行者、受益者，应共同反对将经贸合作泛政治化、泛安全化，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确保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双方应当妥善处理分歧问题，秉持包容互鉴精神，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欢迎英方继续拓展对华务实合作，愿同英方深化贸易、投资、绿色发展、人文科技等领域合作，共同支持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苏纳克表示，英国尊重中国的历史文化，重视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英方愿同中方进行建设性、坦诚对话，加强经贸、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构建稳定和互惠的英中关系。就在上月底，英国外交大臣时隔5年再度访华时，也明确表示，英国希望和中国建立一种务实的关系，并指出孤立中国将是个错误。中方也强调，中英关系应向前发展，而不是后退。外界分析指，中英开展强有力和建设性的接触，有助于推动双边关系重回健康发展轨道。除了英国首相苏纳克，李强在 G20 峰会期间还密集会见欧盟方面的主要领导人。李强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时表示，中欧作为世界2大力量、2大市场、2大文明，双方关系关乎全球格局稳定和亚欧大陆繁荣。在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见时，李强也指出，中欧关系的主流是合作，本质是共赢，应当进一步团结合作，用中欧关系的稳定性对冲世界形势的不确定性，防风险与合作不是对立的，不能把相互依存与不安全简单化等号，更不应将经济问题泛安全化、泛政治化。李强希望欧盟秉持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保持贸易和投资市场开放，为中国企业赴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性的环境。我觉得这次会晤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冯德莱恩刚刚访华，访华一段时间之后呢，这次双方又谈了一些如何应对风险问题，如何把去风险和合作的有效结合问题，实际上是加深了双方的进一步的共识，为未来这个中欧合作夯实一个良好的基础。当地时间9号下午，李强还会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李强表示，一个健康稳定的中意关系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是两国更好发展的需要。明年是中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中方愿同意方深化机制性合作，用好政府委员会联席会议等合作机制，提升双方合作水平。中方将继续扩大市场准入，为一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创造更多机遇，同时也希望一方为中国企业赴意投资兴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梅洛尼则表示，意中都是文明古国，两国友好交往源远流长，意方欢迎两国政府委员会联席会议成功召开，愿同中方加强双边框架下交流对话，推动两国合作进一步深化。中意关系近来持续引发外界关注。意大利《晚邮报》在双方会见当天的报道中提到，梅洛尼计划将“一带一路”倡议更新事宜提交给意大利议会。法新社则报道称，梅洛尼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前往北京进行访问。观察人士指，梅洛尼或将在访华时与中方进一步就“一带一路”相关事宜进行商讨。值得一提的是，上周访华的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就提到，意方高度重视发展长期稳定的意中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塔亚尼还强调，尽管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不定，但意中关系不会受其影响。明年呢是中意建交20年，那么他的总统也要访华，所以某种程度来说，中意之间呢还是有这个关系还是有示范意义的。关注双方是不是有实实在在的合作领域、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这样有利于弥补双方的一些政治分歧。9月10号，为期2天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落下帷幕。因各国对于俄乌局势的巨大分歧，外界此前甚至将本次峰会形容为情况最复杂的一届峰会。但出人意料的是，峰会召开首日就发表了联合宣言。不过，由于该宣言并未直接点名批评俄罗斯，引发乌克兰方面的不满。此外，美国还大张旗鼓地宣布将建设所谓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当地时间10号中午，20国集团领导人第18次峰会举行闭幕会议，巴西正式接棒成为新一任轮值主席国。下一次峰会将于2024年下半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随后，印度总理莫迪带领各国领导人向甘地墓致敬并献上花圈，这是本次 G20 峰会官方的最后一项正式活动。在此次峰会之前，因成员国之间对俄乌局势的立场存在明显分歧，外界之前并不看好峰会能够就此达成一致。但出人意料的是， G20 峰会召开首日就发表了联合宣言。莫迪在宣读这份声明后，还充满仪式感地再次敲下了小木锤。Because of the hard work done by our team and collaboration from all of you, we have been able to achieve consensus on the New Delhi G20 Leaders Summit Declaration. 宣言重申，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的承诺，将本着多边主义精神，以共识为基础继续运作。所有成员平等参与包括峰会在内的所有活动，积极作为，以应对全球面临的挑战。在备受关注的俄乌问题上，宣言称，深为关切地注意到世界各地的战争和冲突带给人们的巨大苦难和负面影响，强调所有国家必须以全面符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方式行事，避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来寻求获取领土，破坏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主权和政治独立，不允许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此外，宣言还强调，乌克兰危机导致全球粮食和能源安全、供应链、宏观金融稳定、通胀和增长方面造成的人类苦难和额外负面影响。这使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政策环境复杂化，各方对局势存在不同的看法和评估。外界注意到，该宣言引发乌克兰方面的不满。9号当天，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奥列格·尼科连科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发声，称该声明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并批评声明没有直接谴责俄罗斯。据俄新社9号报道，俄罗斯 G20 事务协调员斯维特兰娜·卢卡什表示， G20 一半的成员国拒绝从西方的利益出发阐释乌克兰的事态发展。这份宣言反映了乌克兰问题上的平衡立场和解决世界各地冲突的愿望，成功地达成了共识语言。代替俄总统普京参加此次峰会的俄外长拉夫罗夫也在会后的记者会上呼吁 G20 在国际事务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We think that the G20 should be preserved as a representative forum that includes the countries who have about 80% of the global GDP for them, and everyone wants to work together. However, we should work on an equitable basis, seeking a balance of interests, rather than promoting one's own personal interest to the detriment of others.
对于此次峰会达成宣言，路透社形容令人意外。早些时候，西方国家试图在联合宣言中强烈谴责俄罗斯，而其他国家则要求关注范围更广泛的经济问题，这导致大多数成员国没有立即对此作出反应。彭博社则披露，在东道主印度的协调下，美国及其盟友与俄罗斯做出了一些妥协，从而避免公报的流产。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这已经外交官们数周磋商制定出来的声明，成为了对西方国家的一个打击，因为西方国家在过去的1年中试图说服发展中国家谴责俄罗斯并支持乌克兰。值得注意的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印度始终没有公开谴责俄罗斯，这也令美方不满。印度担任 G20 轮值主席国后，包括今年举行的2次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以及 G20 外长会议。与会各国因对俄乌冲突态度不一，均未达成联合公报。美联社的报道指出，各成员国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的分歧，已严重影响了本次 G20 会议的大部分议程。这个俄罗斯本身跟印度关系一直是非常友好的，而且同时在俄罗斯和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的话，其实印度也一直是比较保持中立态度，并没有完全的倒向西方。所以我们看这次印度作为东道主，它肯定是要发挥重要的协调作用的。同时呢，我们也要看到 G20 内部其实有很多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的一些态度，我们也是并不认同和接受的。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话，应该是多方妥协之后不得不接受的一个最终的成果。作为20国集团中西方国家的代表，美国在此次峰会的举动也备受关注。9号 G20 峰会举行期间，美国总统拜登召集中东、印度、欧洲多个国家，雄勃勃地宣布了一项新项目，计划通过铁路系统连接波斯湾和阿拉伯国家，并通过中东的港口航道连接印度。And today I'm proud to announce that we've finalized a historic agreement for a new India, Middle East, Europe economic corridor. 虽然白宫发布的声明中只字未提中国，但美国舆论认为这项协议就是冲着中国来的。美联社报道称，此举是美国在中东影响力日益下降之际，拜登政府在该地区采取的关键举措之一，旨在对抗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日俱增的影响力。一方面嘛是想进一步巩固美国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格局中的影响，另外一方面的话，也是尽可能的把印度更紧密的拉到美西方这个阵营中来，发挥更大的就是与中国进行抗衡啊，或者说是这种对冲的这个作用，其实是为了跟中国进行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竞争的一个工具而已。事实上，自拜登上任以来，为了抗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硬生生打造了不少概念，比如重建更美好世界、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等等。美国外交杂志就曾批评拜登不应该照搬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抗中国。文章称，拜登提出的基建计划其实一直是换汤不换药，这种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盲目模仿，怎么可能打败中国？如果你只是空喊口号，没有实际的真金白银投进来，那么他们这些国家也自己会做出新的评估和这个计算。好，肖话题马上来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执行所长娄春豪。娄先生你好，李强总理连轴参加多场峰会及多场双边会晤，那您分析有哪些特别亮点呢？我觉得有几个亮点吧。第一个亮点呢，就是李强总理进一步的重申了我们一些既有的一个主张，起到了一个征信事宜的一个作用。因为从这个李强总理的这一系列的一些外事活动，我们可以看出来。那么比如说在这个参加东亚峰会的时候，那么李强总理重申了我们发展稳定和这个东盟国家之间和平友好这种关系的一种主张。再比如说在参加 G20 期间，那么李强总理呢也回应了一些发展领域的一些应对的发展领域赤字的一些问题，包括跟欧盟的领导人进行了一些会谈，也提到了我们不应该把一些这个发展问题放安全化，不能把这个简单的维护这个产业链的一个安全作为一种进行产业链所谓的去分享化甚至是脱钩的一种借口。我觉得第二个亮点呢，就是进一步明确了中国我们作为这个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这种维护者和捍卫者的一种身份、一种角色以及作用。那么比如说呢，在这个参加东亚
东亚峰会的时候，那么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进一步的强调了这个东盟中心。比如在 G20 会议的时候，我们呢率先表态支持非盟加入 G20， 包括在 G20 的很多的一个议程设置上，其实中国都发挥了很大的一个推动的一个作用，特别是在一些气候变化呀，然后在这个数字经济啊、清洁能源啊等等这一些领域，应该说，我觉得中国贡献了我们自己的一个方案和智慧，对于我们的这个进一步的更好的维护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权益、利益，其实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动的一个作用。G20峰会召开首日就出人意料地通过了峰会宣言，对俄乌危机明显降低了调门。那您认为这意味着什么？是的，实际上是这说明啊，印度啊，它其实背后客观的讲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一个作用，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峰会正式召开之前，那么从 G20的系列部长会议的这个一个成果来看，那么各方围绕着乌克兰危机，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一个分歧的。特别是美西方呢，他要把谴责俄罗斯相关的一个内容放在这个里面。当然，俄罗斯外长参会之前已经明确表态，如果最后的这个联合宣言里面有谴责俄罗斯的内容，那么俄罗斯就反对出台这个发布这个联合宣言。所以我觉得就幕后应该说是印度呢，他这个做了一定的工作，最后呢把这个乌克兰危机问题上有所降调。但是呢，这同时另外一个反映的一个趋势就是说 G20 它实际上是一个主要是应对发展治理赤字的这个领域的一些一个主要的一个平台，因为它的诞生就是当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嘛。所以但是呢，现在这几年由于美西方呢，它不断的把这个一些推动地缘政治的一个回潮，那么实际上是某种程度上对 G20 原有的初心使命造成了一定的一个冲击。应该说这一次会议，那么从联合宣言这个角度来讲，各方呢实现了某种的程度的一个妥协，但这并不意味着 G20 没有受到美国的它这种地缘政治操弄的一些影响。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这个 G20 的一个大会以外，那么我们也看到一些双边和多边的一些互动，像美印之间的一些活动。那么它实际上是达成的成果里面有很强的地缘政治色彩在这个里面的。印度对这次当 G20峰会的东道主有很大期待，甚至印度会否改国名也被外界热议。那您对此怎么看？印度呢对这次 G20啊是非常重视，其实投入很多，前后期的一个投入。包括在今年应该说是印度呢把整个的 G20做一个它全年外交的一个重中之重，在进行了一定的一个投入。那么从目前来看，那么印度它确确实实在推动这个 G20，它最终这个达成联合宣言这方面，它也发挥了一定的一个作用，也回应了一些关于在发展领域的一些挑战，如何去 G20怎么样去更好的发挥作用，应对发展领域一些挑战这方面的一些成绩，它其实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印度在这个整个的一个筹备和举办这个 G20的过程中呢，它也呢也有一些失货在这个里面在这个比如说在一些前期系列部长会议的地址的选择呀，在前期议题设置的一些这个安排啊等等各方面，它也是有它的一些考虑的。那么核心的印度它希望在国内，它通过 G20来凝聚或者这个推高它国内的一个民族主义情绪，为了莫迪政府呢，为了明年的大选做一个准备。在国际上呢，它为了进一步的宣传印度它作为一种崛起大国的一种地位和作用。所以呢，它有它自己的一个考量，比如说，那么它利用这个G20期间，那么跟美国之间，那么重申了他们有一些地缘政治企图的一些这个合作的一些内容，那么实际上也是在借美国之力为他自己的所谓的这个崛起来赋能。当然，我觉得最大的引起各方关注的或者担忧的。那么就是印度，他在这一次会议的时候，那么他在这个邀请信还有在这个桌签的时候，他把 India 改成了Bharat，
就是巴拉特或者婆罗多，那么体现了他国内这个民族主义、印度教民族主义这种思潮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抬高。虽然印度它的理由是去殖民化，但是我们担心的是印度它可能这种印度教民族主义情绪的一个上升，它实际上是它的今后会影响它国内治理的一个包容性，或者是它对外关系的一个这个稳定和和平性。在参加完印度 G20 峰会后，美国总统拜登10号抵达越南河内，开启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在与越共总书记阮富仲会面后，两国宣布美越关系已提升至最高级别，正式从全面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么，拜登此行还带了多家美国重要半导体与科技公司的高层主管，有何目的？为何行程还未开始，外媒就将拜登此访与中国强行关联？来看分析。拜登抵达河内后，首先与越共总书记阮富仲会谈，随后共同举行新闻发布会。两国领导人宣布，越南与华盛顿的关系已提升至最高级别，正式从全面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华盛顿邮报称，这是拜登首次踏足越南。在河内停留期间，拜登政府希望升级越南与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从而继续重新调整亚太部分地区的方向，以制衡中国。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副助理乔恩·费纳在空军1号上对美媒放风称，这是越南最高级别的国际伙伴关系。事实上，美越自1995年正式建交以来，历任美国总统都曾访问越南。拜登此访也是延续传统，为迎接拜登的到访，越南主席府9号升起越南和美国国旗。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范秋恒在评价两国高层领导人近年来的互访活动时表示，越美关系将在各个领域稳定、实质性、长期发展，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合作发展作出贡献。此前，越南已与4个国家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和韩国。我觉得这个越南也不会对美国这么放心，就觉得说，我今天跟着你好，我能够达到什么？毕竟同样还是回到一个老问题，东协国家越南都是跟中国大陆比较接近，美国是远水不一定能够救得了近火啊，就是你再怎么挺他，但是我一定还是得跟这个大陆打交道。今年是美越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白宫在声明中指出，拜登此行旨在加强与越南的经济合作，其中重点提及支持越南成为半导体芯片产业枢纽。外媒披露，11号，谷歌、英特尔等美国科技企业高管将与越南投资者举行会晤，其中就包括越南最大的信息技术服务公司 FPT 集团。据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将到场。值得注意的是，近段时间以来，美国半导体企业正加大对越南的布局力度。此前，英特尔已在越南南部投资了一座15亿美元的工厂，用于组装与测试芯片，这也是英特尔全球最大的工厂，并且已经有扩厂计划。芯片设计公司美满科技也表示，计划在越南建立一个世界级中心。此外，美国财长耶伦7月到访越南时也曾表示，美国愿与越南加大经贸合作力度，协助越南提高半导体芯片生产和可再生能源能力。在美国加大对中国半导体行业打压的背景下，拜登此举的针对性明显。观察指出，拜登政府正极力推动一种新国际贸易方式，即所谓友岸外包，以求突破供应链合作时空限制，拉拢相同理念的地缘政治盟友。不过，越南能否真的受惠仍未可知。且不说越南国内工程人才缺，即使该问题得以解决，越南也不一定会冒着得罪与其地理位置更接近、双边贸易额更大的中国的风险，站队美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本月4号表示，美国在处理与亚洲国家关系的时候，应当摒弃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应当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不针对第三方，不得有损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美国讲这个很好，但是呢，是不是能够落实，我觉得还是有段距离了。
越南跟这个其他的晶片生产国家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你可以承诺这些东西，但是我相信不可能这么快哦。而且它如果能够生产的这个未来能够生产的晶片，可能也只是比较末端一些的，并不是最先进的。那对于整个供应链来讲，不会有影响。观察指，拜登此次亚洲行，其公开的与隐含的步骤都与扩大联盟与北京对抗密切相关。在进一步强化与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之后，还欲联络中国近邻越南，以制衡北京。不过，前越南驻美国大使阮国强却直言，美国很清楚这一点，越南不会选边站，不会选择美国对抗中国。今年6月，越南总理范明政访华时也表示，中国是世界大国，和越南亲密友邻，持续发展长期稳定良好的越中关系，始终是越南党和政府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越方反对将经济问题政治化，愿同中方密切协作，防范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不让任何势力离间越中关系，构建命运与共的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际上，不仅是越南，东盟多国多次公开表示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刚刚结束的东盟峰会上，主办国印尼总统佐科也强调，我们明白目前的世界并不安稳，未来的挑战变得越来越艰巨，但东盟不能成为任何国家的代理人。我觉得美国应该已经要满足，你还想更大的野心，就是说一个一个更多的，比如说把东协的国家拉过来。我觉得东协国家不倒向中国大陆，对美国来讲就已经是胜利了。就是它维持等距，其实对美国来讲，我觉得就已经算是应该还不错的结果。美国和加拿大军舰在 G20 峰会召开的同日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监警戒，依法依规处置。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上一次加拿大配合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美加当时炒作所谓中国军舰以危险动作拦截美舰，发生在6月3号，也是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召开期间。当时美方希望借机炒作，却遭到中方掷地有声的反驳。据微信公众号东部战区9号发布的消息，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表示，美约翰逊舰加渥太华舰当天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监警戒，依法依规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美军第7舰队官网同日也炒作称，美约翰逊号导弹驱逐舰加渥太华号护卫舰过航台湾海峡，执行所谓例行航行自由行动，展示了美国及其盟友对维护一个所谓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而台防务部门也证实，美国和加拿大军舰由北向南航经台湾海峡。那这种小编队在周边，它起到的是政治效果，在军事上不可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也说明呢，在两岸相对紧张的状态下，美国西方国家依然在递刀拱火，对两岸局势构成大的影响。我想解放军有能力、有信心、有态度，让台湾海峡变成和平之海、宁静之海。同时呢，也对任何西方势力的介入，用自己的能力，包括实战水平，向一切外来势力说不。值得高度关注的是，此次美加军舰过航台湾海峡，正好选择在 G20 峰会开幕同一天，也让此举释放的信息更加值得警惕。因为就在今年6月初，美加两国军舰就曾上演类似的一幕，还炒作出所谓中国军舰以危险动作拦截美舰。美国海军第7舰队6月3号公开宣称，美国中云号驱逐舰与加拿大蒙特利尔号护卫舰过航台湾海峡。当时正在加军舰上的加拿大记者配合炒作称，他在剑桥翼上目睹中国军舰改变航线，以相当快的速度从中云号前横切过去。蒙特利尔号舰长蒙特福德指称两舰最近时距离不到137米，并借此指责中方做法不专业。美军印太司令部同日发布声明称，中国海军052 D 型导弹驱逐舰从左舷方位追上中云号，并从其前方约137米处驶过，在其所在区域做出危险动作，而中云号保持航线并减速。
对此，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随后表示，这是公开炒作。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监警戒，依法依规处置。现在美国、加拿大在周边进行各种危险的演习行动，战略上是挑战其他国家的核心利益，战术上是对其他国家军舰、飞机构成严重影响。所以这种炒作呢，大概2个理由：首先，放大中国威胁；第二呢，是为自己在亚太地区增加更多兵力、更多武器装备寻找借口。而当时正值第20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相会演讲时就提及了台海问题以及所谓航行自由问题，而中方的回应也很及时到位。奥斯汀演讲的第2天，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在相会演讲完后的问答环节，对所谓中国军机、军舰拦截美国军机、驱逐美军军舰进行了回应。李尚福表示，我们和很多相关国家都制定了海空相遇的规则，这些是为了在相遇时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危险。李尚福随后提出的问题掷地有声，我要反问一下，刚才大家提的问题为什么都是发生在中国领空和领海附近，而不是发生在其他国家的领空和领海附近？这是因为中国的军机和军舰从来不会到其他国家的领空和领海附近去做所谓的航行霸权。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管好你自己的人，管好你自己的军舰，管好你自己的飞机。而在8月底，加拿大驻日使馆武官罗伯特·瓦特就宣称，渥太华号将在近期过航台湾海峡。日本时事通讯社称，是预告这种行为的做法实属罕见，或将招来中方反对。不出意外，加拿大广播公司日前就渲染了渥太华号与中国海军舰艇发生至少3次遭遇，其中最严重的遭遇发生在加方与美日联合演习期间。加美声称，9月6号下午，一艘中国海军052D 型驱逐舰在东海紧随加拿大军舰，中方驱逐舰全副武装，并向加拿大军舰喊话。双方距离约1公里左右。报道还炒作称，加拿大方面遭到了激光照射，中方船只还放出了无人机。报道甚至提到，一架中国战机高速接近渥太华号，并在距其32公里处转向离开。此外，解放军还出动054A 型护卫舰在市距外跟踪参与联合演习的加拿大与美日舰艇。凭借加拿大这种破船要在周边形成小风浪，难度极大，而且面对中国强大的海上作战能力，包括海空立体联合打击能力，根本就无力应对。所以这点呢，说明自己的作战能力非常有限。但这个状态下肆意炒作，很显然把自己的错误要向其他国家身上进行抹黑。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加拿大政府对华政策明显呈现出两面性。一方面，在一些涉及两国重大问题和原则问题上，加拿大积极配合美国对华发难，严重冲击两国关系，特别是为了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加拿大国防部6月份宣布，该国每年将向这一地区增派1艘军舰，使加拿大皇家海军每年向印太地区部署的军舰规模从2艘增加到3艘，分别为渥太华号和温哥华号护卫舰以及阿斯特里克斯号补给舰。另一方面，加政府官员频频发出对华合作信号。加拿大总理特鲁多7号接受彭博社采访时，一方面宣称目前中加关系缺乏和解的空间，加拿大需要睁大眼睛与中国打交道。另一方面，特鲁多坦诚，加拿大必须在气候变化等领域与中国合作，任何人都无法忽视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加中关系还有很大改进空间。在周边安全问题方面，加拿大很显然是美国的一个棋子，但目前看呢，美国的棋子有可能在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受到美国的裹挟。美国并不希望自己的所有的盟友与中国改善关系，因为这样的话，美国手中的牌包括棋子就会被清零。如果这些国家在与中国对抗的所谓的前沿阵地上处于第一线，这样的美国就可以借助这些国家对中国保持战略压力。美国第一，美国优先，也决定了美国在整个世界博弈过程中，对棋子的利益根本就可以忽略不计，但美国利益，美国考虑的十分周全。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丛培武近日接受加拿大首都地区主流媒体渥太华生活主编多诺万专访时指出，中加关系目前面临困难，责任不在中方，健康稳定的中加关系符合双方共同利益。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
美国总统参加完 G20峰会，马上转往越南访问。那您认为他想从此访中得到什么呢？主持人好，拜登呢之所以急着访问越南，是想通过提升美越关系的层级，让越南在美国不断扩大的印太关系网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来进一步的制衡中国。美国拉拢越南的目标有3个：一呢是在安全和军事领域上，美越呢能够走得更近些，因为呢越南和中国有南海岛礁争端，而且越南呢是东南亚国家中军事力量最强的，所以呢美国想拉拢越南，成为南海问题上制衡中国的力量。二是在经贸上呢，美国希望越南成为替代中国的产业链基地，因为越南呢是近年来制造业发展最快的亚洲国家之一，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投资，加上呢社会制度和中国相似，在效率和产业组织上也很像20多年前的中国。美国呢希望加强与越南的经贸合作，从而呢减少对中国的依赖。3是美国与越南加强关系，来显示美国与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也能够搞好关系，从而尽可能的减少其新冷战色彩。拜登政府的所谓民主对专制的冷战思维呢已经宣告失败，所以呢要用美越关系升级来对冲前2年的极端。总而言之呢，美国呢拉拢越南就是要制衡中国，拉住越南比拉住菲律宾似乎呢更有说服力。问题来了，越南又是怎样看待美国的主动示好呢？首先越南会提升与美国的外交关系，也就是呢从越美全面伙伴关系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最高级别，来显示越南的外交影响力。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越南同意这个美越关系升级，不是要制衡中国。越南呢已经和中国、印度、俄罗斯和韩国4个国家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越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拉高了美国的地位，但不会成为制衡中国、俄罗斯的因素。其次越南会顺势而为，在经贸和技术上加强与美国的关系，来发展本国的经济，但是呢也不会制约中国。中国呢是越南的第1大贸易伙伴，美国是第2大贸易伙伴，美国呢也是越南商品的最大出口市场。一位越南学者呢说的比较准确，说越南与美国提升关系主要是为了振兴国内经济，增强民众对越南外交政策的信心，而美国要借助越南来制衡中国，那是不可能的。其实美国也很清楚，越南呢不会选边站，不会选择美国来对抗中国。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来回答拜登访问越南会得到什么。他呢会宣称美越关系取得了突破，从全面伙伴关系上升到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对美国人而言呢，这是口惠而实不至；对越南人来说呢，倒是很重要，经贸和技术上都会带来实际的好处。美加军舰再次穿越台湾海峡，解放军全程跟监警戒，并批评美加在蓄意炒作。那您对此怎么看？说美加军舰穿越台海是蓄意炒作，可以呢从2个方面来看待。一呢是当天20国集团峰会在新德里举行，中俄元首都没去，美国总统拜登呢有点失落，想见的人见不到。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呢倒是兴致勃勃的去了，但是呢也没啥作用可发挥。于是呢美加便用军舰穿越台海来显示存在感，这呢就叫蓄意炒作。二是美加军舰在6月份穿越台海的时候，被解放军军舰拦截过，把美军呢是吓坏了。解放军东部战区批评美加军方在台海地区有意的制造事端，蓄意的挑起风险，恶意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之后呢，美国政府和军方都竭力想和中方恢复关系，特别是中美两军高层联系机制。但是呢，美方没有认真的回应中方的要求，所以这个中美两军高层联系机制仍然没有恢复。于是呢，美加这个故伎重演呢，以穿越台海来蓄意炒作，目的呢是通过制造事端来设法恢复中美两军高层联系机制。解放军呢心知肚明美国的目的，全程跟监警戒，让美加军舰呢悄悄的来，灰溜溜的走。美加军舰2次穿越台海都是美方率先公布的，就可以看出美方在蓄意炒作。国际社会呢对美国军舰穿越台海的说辞也有点烦了，每次呢都是所谓对印太自由与开放的承诺，但谁都知道，美国呢不过是联合他国来干预台海事务。今后呢，美国军舰还要穿越台海，
解放军呢仍会全程跟监警戒。那么反过来讲这个问题呢，就更清楚了。你美方的军舰每一次穿越台海，都是在解放军的押送下进行的。这台海是谁的？难道还不清楚吗？你美方的军舰还算是自由航行吗？好，谢谢陈斌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9月8号至1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应邀出席朝鲜国庆75周年活动，并访问朝鲜。到访期间，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会见刘国中，就中朝关系和两国具体领域交流合作深入交换了意见。据新华社报道，刘国中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金正恩总书记的亲切问候，热烈祝贺朝鲜国庆75周年，积极评价朝鲜建设成就，祝愿朝鲜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主义事业繁荣兴旺，道路越走越宽广。刘国中表示，中方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谊，愿推动中朝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农业和医疗卫生是重要民生事业，中方愿同朝方深化在上述领域的交流合作，造福两国人民。金正恩请转达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欢迎刘国中副总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出席朝鲜国庆75周年活动，并访问朝鲜。金正恩表示，中国代表团的到来为朝鲜国庆活动增添了光彩，具有重要意义，朝方深表感谢。朝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祝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相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会实现。据朝中社报道，9号，朝鲜党和政府还在万寿台议事堂举办宴会，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刘国中表示，不管国际和地区局势如何变化，继承发展用血结成的中朝友好关系是中国党和政府的坚定立场。中方代表团还向万寿台的金日成和金正日铜像献花。访问期间，刘国中还会见了朝鲜内阁总理金德勋，出席朝鲜国庆75周年系列活动，参谒中朝友谊塔，祭扫安州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访问中朝友好翟安合作农场。